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能将整个平原一分为二，劈出一道深深的鸿沟？在山西运城就有这样一条神奇的大裂谷，它一眼望不到头，绵延数十里，垂直段长达10公里，硬生生隔断了两侧的乡村，就像是用一把利剑将整个平原劈开一般。当地人称它为周仓沟，因为这里正是三国名将周仓的故里。相传这条大裂缝正是周仓用扁担一挥而成，沟旁还建有规模宏大的周仓文化园。那么这条大裂谷跟周仓有什么关系？它真正的成因又是什么？今天就跟着镜头我们前去一探究竟。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，我是阿乐。今天我们来到山西运城平陆县的西岐村，我的身后就是这条气势磅礴的大裂谷，当地人称它为周仓沟。没错，这里就是三国名将周仓的故里。今天呢，我就花上一整天的时间，带大家一起走进这片既有壮阔地貌，又藏着忠义故事的神秘之地。现在我就站在最高点，我们来看看这条神奇的大裂谷，真的是一眼望不到尽头，太壮观了。它的深度应该有200米左右。这个地方有棵榆树啊，把我的视线挡住了。我们去前面看。这上面也是挂满了这种榆钱，这个是可以吃的。北方人比较喜欢吃这个，作为南方人的我还是第一次见，我真的想尝一下这个到底是啥味道啊！这边的视野就比较开阔了啊。这一段呢，它是最垂直的，它的垂直距离有10公里，然后它向前方不断的延伸有几十公里，非常的不可思议啊！它的两边呢是一个斜坡，并不是垂直峭壁，也是长满了很多的杂草树木啊。但是底下一点水都没有，不可思议啊！按道理来说，这么大的一条沟壑早就形成一条小河了吧？因为这个地方啊，它属于黄土高坡的地貌，这个地方是很缺水的，到处都是这种泥土，一点石头都看不到。这下面这些树叶啊还没发芽，上面这些已经发芽了。刚才我航拍的时候看到前方有一条公路，现在呢我们就下到谷底啊去看一看。这里有很多这种花，这种花是连翘花，它满枝金黄，非常的漂亮啊。我们过来看一下，它的花瓣有4片，我闻一下啊，这个花很香，而且看起来啊很漂亮，而且它呢这也是一种中药材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果实啊，它的果实就是这个样子的，但是里面已经掉出来了，这里有。这就是它的果实，可以入药的一种中草药。好，现在我们出发吧，下到谷底，然后再去看看前方的周仓文化园。现在我要从这里走路下去，我看到这个路啊，它很窄，而且前方很陡峭。我们走路下去吧。这边上全是桃树，还开花了。我们来看看这个花，很漂亮啊。这个地方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种植这种桃树，特别多，这一大片全是，因为这个地方是平原嘛。这下面是一个人居住吗？这里有个窑洞，哇，上面那个是老鼠还是松鼠？你们看到没有？在那里动，爬上去了。哎，这个是啥呀？松鼠吧？爬上去了 ，Hello， 这2间窑洞已经没人住了，边上全是这些灰尘泥巴，也是上锁的。我们下去看看，到那个大裂谷最底下去。这底下全是这些树啊，我们到这边上来看看。哎呦，那个地方还有一个窑洞，是干嘛的呀？不会有人住在这个沟壑里面吧？涨大水的时候，这里面肯定还是有水的，但是这边这一块就比较窄了，它的宽度应该只有20米左右，高度只有50米。它只是最前面最开始我拍的那一段比较宽，然后比较深，后面这些的话就比较窄了，没有多深的。
这底下好像是有人居住哎，这里面。上面这些全是泥土，地上还有樱花，开花了，很漂亮。哎呦，没人在家，上锁的这个门。这里面也是有窑洞，通电的，而且那就是大沟壑了。涨水的时候，这里面还是有水的，我们能看到这里面有雨水冲刷的痕迹。好，我们上去吧。现在我们去周仓文化园。周仓文化园的边上好像也是有路可以下去的。那边的话是那个景区开发过，可能更有看点吧。这里为何被当地人称作周仓沟呢？相传在东汉末年，天下动荡，百姓苦不堪言，当地盐霸更是依仗权势，垄断盐道，哄抬盐价，百姓连饭都吃不饱，更买不起盐，个个体弱不堪，性命堪忧。为救百姓于危难，周仓扛起扁担，赶着毛驴，悄悄前往盐池运盐。返程途中却被狡猾的盐霸发现，立刻派出盐警紧追不舍，眼看就要被追上。情急之下，周仓举起扁担，狠狠朝地上一划，瞬间电闪雷鸣，地动山摇，地面赫然出现一道笔直的深沟。盐霸一行人只能望沟兴叹，再也无法追赶。后来，周仓将盐全部分给百姓，人们为感念他的恩德，便把这条沟命名为周仓沟，一直流传至今。当然，这也只是一段动人的民间传说罢了。这个地方呢，人比较少，因为它是一个免费的景点。我们看看这边写的是啥？周仓文化园小吃一条街，文化广场。我们往里面走。这里还有一棵树，开花了，很漂亮，非常的茂盛。这里面确实挺大的。还有周仓文化园导览图，这里就是文化广场了，挺大的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中永戏台，非常大的一个戏台。好，现在我们去周仓文化园。原周仓庙遗址，在这个玻璃下面。我们只能看到下方有一些石墩子，什么都没有了。然后前面就是周仓文化园，这个是后来修建的。这里面现在是一个人都没有，就我一个游客。这里面还挺气派的，左边这里是鼓楼，然后右边这里是钟楼。我们往前面走吧。前方这座大殿就是周仓庙，里面供奉的就是周仓将军。我们进去看看啊。上面有一块牌匾，忠勇。这就是周仓将军，他是坐立的。平常我们看到的都是站立的，因为平常我们看到的都是在关帝庙才能看到周仓将军嘛。这里是他的老家，然后他就可以坐下来歇一会儿了。然后边上都是周仓将军的一些故事，也算是典故吧。周仓生擒庞德，周仓险胜斩逆子，太狠了，把儿子都斩掉了。这边是宋帝加封忠永公。然后这里就是刚才我们看到了那条大裂谷，然后当地有一个传说嘛，就是周仓滑沟，但这只不过是一个传说。周仓牵马，周仓大战赵子龙。现在我们再到后面来看看，
我们看看这里供奉的是谁啊？这里就是供奉关羽的。我们进来看看啊，上面有“神勇”二字，这就是关公，武圣关羽，看起来真的非常的威武霸气啊。这边还有一些壁画，单刀赴会。这边是玉泉山关公显圣。然后这里就是白马坡斩颜良，我们再到后面去看看吧。这边是印楼，这里是刀楼，我们先到刀楼看一看。刀楼就是放的关羽的青龙偃月刀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乾隆偃月刀，放的是当时关羽被封侯时的汉寿田侯印，很大啊。然后这后面呢还有三金殿，中间是地藏王殿。这边是周母殿，周母殿就是周仓的母亲了，但是最左边不知道是谁啊，我们先从右边看过去吧。周母阁里面是周仓母亲白氏的塑像。这里面也是有很多这些壁画。这些壁画应该就是周仓与他母亲小时候的一些日常。这里面很干净了，可以说是一尘不染。虽然游客比较少啊，而且是免费的，但是这里面啊，他们打扫的非常的干净。然后这里就是地藏王殿，这里面供奉的就是地藏王菩萨，非常的庄严神圣啊。而且这里面还有很多神像。这尊是平等王，这是转轮王、泰山王、都市王，这尊是秉城王。这是秦广王、楚江王、宋帝王、武关王、阎罗王，但是这个下面没有写牌子，就不知道是哪位神仙了。这个地方呢，也是这个景区修的一条路，然后可以下到这个沟壑里面去。这条沟壑啊，它的垂直距离就是10公里左右的垂直距离嘛，到前方这里就结束了，然后就开始转弯，然后往前面延伸了。我们下去看看啊。这边上还有一个窑洞呢，这底下还种了很多竹子，这边上的斜坡上也是种了一些树。这里就是这条大沟壑，到前面那个地方就要转弯了。我从我最开始拍视频那个地方走过来，到这里接近10公里，然后这一段它全是垂直的。
这底下也是没什么好看的，到处都是这种杂草。这些竹子呢，这些树呢，也是后来他们自己种的。好，我们上去吧。这下面就是小吃街，我们下去看看。感觉空无一人了，这里摆放了很多的桌子、板凳。小吃一条街呢，一个人都没有。然后这些商户呢，全是大门紧闭，不知道以前这个地方有没有营业过啊？很可惜啊，主要是这个地方比较偏啊，它附近没有很大的景区，然后来带动它，就是一同游玩嘛。就这么一个小景点，在这里的话，外地人他们的话，估计也不太愿意来这里玩吧。很可惜啊，你们看，很多房子，很多这些商铺，现在全是大门紧闭啊。朋友们，这个地方呢，现在我就走的差不多了。这条神奇的大牛谷呢，它是自然形成的，并不是古人开凿的大运河。当地人称它为周仓沟呢，是因为有一个传说叫周仓华沟，但是这个呢，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啊，它并不是真的。它真正的形成原因是因为地壳运动形成的断裂带，但也是非常的震撼了，因为它有几十公里，垂直段有10公里，真的太不可思议了。好，今天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